大家好，道士，今天是我們的三不接拍。今天跟大家聊的話題呢，也是在前一陣子社上有討論過的話題呢，也在我們頻道的觀眾之間呢有稍微討論一下這個議題。如果今天你熱愛的事物，但你卻沒有天分，該怎麼辦？那這個話題呢，放在我們頻道，那當然討論就是，如果今天你非常喜歡拍照，但你發現你對於拍照沒有太大的天分，那你還能不能繼續喜歡拍照呢？先說答案，我相信大家應該都知道，就是肯定是可以的。但在這個過程之中，可能會很多人对於自己沒有天分這件事情感到有一些手足無措。那當你越學習攝影越多，可能會越認識一些很厲害、很有天賦的人。那個時候可能就會產生一種哇，大家好像都很厲害，大家好像都很年輕就可以拍出很厲害的作品，但自己好像辦不到。那在這個時候就會產生很多也許比較偏負面的一些想法。那關於這個部分呢，就是我們今天要探討內容。那在繼續聊下去之前呢，先讓我們進一段不可略過的廣告時間。喂，你現在看到的是我們自己頻道不可略過的廣告，沒錯。加入我們頻道會員呢，每個月只要45塊啊，你會得到什麼東西呢？包含了每個月會有一支攝影讀書會，我會介紹一本攝影集，然後從這個攝影集呢來分享我在這個攝影集裡面看到什麼關於攝影的知識。另外呢，我們還有 Discord 專區的會員專區，你可以在裡面放照片，我們每個月呢會幫大家看一次你所放上去的照片，來跟你分析說，我覺得你的照片有什麼地方可以調整。那如果你想要讓人家來評論你的照片的話，也可以考慮看看。另外呢，我們頻道呢在針對不同相機呢都會做一些相機設置專門的影片，那這些影片呢通通都會放在會员專區。如果你買了一台新相機，不知道怎麼設置的話呢，也可以參考我們的會員專區。所以呢，現在45塊馬上訂閱起來。如果你想要看到詳細的會員資訊的話，請參考下方的資訊欄。那讓我們回到今天的節目。好，今天的內容呢，我們大概會分成幾個部分來看。首先，第一個就是關於這個話題本身，對於天賦這件事情呢，其實在過去各種心理學上的研究，其實也討論過非常多次了。那我覺得蠻多學者呢，有把天分這件事情呢，把它分成兩塊。就是當你今天在專心做一件事情的時候，你可以很固化的思考，就是沒有天賦就做不了這件事情，這是一派的想法。但我們會普遍認為，不需要去這麼極端的看待這件事情。那更多的會把天分這件事情呢，當作是一個能夠加速成功的加速器。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確實我自己也有經歷過，就是我們確實有認識一些攝影師，他很年輕，那我覺得想法就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執行上來你就可以明顯感覺出來，跟同期人來說就學得更快，而且更快能夠得到一些成果。但當你把時間的長度拉長之後呢，最終大家能夠落在的地方，其實有時候沒有想象中差那麼的多。很多能夠做到更好的人，其實當初並不是一開始跑最快的。這也是確實，像我帶過這麼多攝影師，我覺得這也是假設今天把時間的長度拉到10年、20年來看之後，你會發現，確實是這樣子。其實當時有很多我帶過的攝影師，我覺得非常有天賦的人，或者是我们同期的其他攝影師，我覺得就對我來說根本就是天才的人，很多現在都已經沒有在拍照了。很明顯可以感受到，就是即便你再有天分，有時候真正能夠做到最後的，也許只是像我一樣相對來說比較平凡的人。也有遇過，就有觀眾說，就覺得我好像很有天分，那自己是不是辦不到？我想先跟大家講，就是如果論攝影啊，我覺得我是非常非常沒有天分的那一種。我自己覺得我花在研究攝影這條路上，其實花費的時間非常的長。相信如果有看過我早期作品的人就知道，其實我一路上在學習跟修改的脈絡，都是可以從過去的作品中可以看得出來的。我比較偏向是花很多時間去看攝影集，去學習每個攝影師拍攝的方法，去模仿，去學習。我覺得某種程度上來說，我覺得我現在分享很多教學心得，也是因為我自己其實蠻仰仗各種學習的管道，去讓自己越來越覺得好像比較會拍照。但如果你要論一開始就能夠掌握到拍攝的想法，跟很天才式的產生出一些新的觀點，我自己覺得我是沒有的。我相信很多老觀眾是認同這種講法的，因為我現在回去看過去的作品，也會覺得哇，我以前拍的是真的不太好。所以就天分這件事情，我認為它一定會在你成長的過程中扮演一定重要的角色，但絕對不是全部。因為如果是那樣的話，我覺得我做不到今天這個程度。
第二個部分，我覺得可以來聊的就是，當你今天沒有天分之後，你有沒有其他辦法可以補足你缺失的這一塊？那我覺得這就是我覺得我自己最有優勢的地方。自我的感覺是我沒有很多对影像上非常敏銳的觀點跟想法，很多都是靠着後天慢慢累積起來的。那我覺得我在做研究這件事情上面呢，是有天分的，在收集資料，在閱讀 reference 這件事情上面，畢竟可能以前也是花了蠻多時間在念書，念到碩士班，念到博士班。我覺得對於整理資料，對於去收集各種類型的東西，我覺得我自己是覺得我可以做得很好的，所以我可以把這樣子的技能放在攝影上面。當你今天你沒有辦法靠着自己的想象去創造出很多不一樣的畫面，你可以學習。那我的方法就是我大量去閱讀，大量去收集，大量去學習，來補足我自己不足的這一塊。那做個5年，做個10年，做個20年下來，其實好像你可以做得蠻好的。或者是你可以把一些你不同擅長領域的部分呢結合在一起。例如我好像蠻會講廢話的，那我可以把我對於攝影上面的喜好跟我能夠做分享這件事情結合在一起，就變成了一個攝影頻道，就是現在大家看到這個樣子。所以我可能在拍照上面絕對不是最厲害的，那我可能在教學上面呢也不是最厲害的，但是我在教攝影這件事情上面呢，也許可以做得還不錯。那就是因為我把我兩個都不是那麼厲害，都不是特別有天分的部分結合在一起，那就可以把另外一件事情做得還不錯。所以也許今天你很喜歡美食，那你今天也很喜歡攝影，你可能在做美食攝影的時候，你的優勢就會比起其他人來的大一點。所以試着找出你人生中各種喜好的東西，跟各種有相对來說擅長的東西，試着把它結合在一起，也許可以讓它加成起來的最後的結果呢，可能比起單純只擅長對攝影非常有天才的人來說，可能也不會遜色太多。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蠻可以去思考的方向。那第三個就是我們就以攝影來論的話，我覺得攝影的面向很多，很多人可能會看到一些攝影師他拍出很厲害的作品，就覺得哇，這個可能是他要很有天分，或者是要很有才華才做得到。但其實攝影有很多面向的領域呢，我覺得也不太需要有那麼爆炸性天才的想法就可以辦得到。我隨便舉2個差異性很大的例子。如果我們今天在討論像奧山由之的作品，或者像我們之前讀書會介紹過 Jerry Jonathan 的作品來說，這兩者的作品天差地別。奧山由之的作品我覺得非常奔放，無論他導演的作品或者他攝影的作品，我覺得都有非常強烈的張力，而且我覺得奧山由之的作品是我模仿不来也學不来的。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樣去做到今天這個程度，但是就感覺他信手拈來一拍就可以拍出很厲害的作品。那當然了，其實他作品也經過複雜設計哦。我們剛剛講的是講的比較隨意一點，像我們都知道他最有名的《Bacon Ice Cream》那一本攝影集裡面的作品呢，其實很多都是經過了很大幅度的設計哦，包含他在空中炸裂的那些東西，其實都是有經過想象跟經過安排的，並不是真的隨手拿起來一拍就有了。但是那樣的畫面呢，我相信放在 Jerry Jonathan 身上，他可能就不會想象到那樣的畫面。他的照片就是非常的平穩、非常安定、非常的工整，所以也許你今天覺得自己沒有天分，是你沒有找到你自己有天分的方向。也許你沒有辦法拍得跟奧山由之一樣，但你也許有辦法拍得跟 Jerry Jonathan 一樣。所以你要說這兩個有誰優誰劣嗎？其實並不一定。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能不能透過大量拍攝跟學習，在這個過程中找到一個真正屬於最適合你的方向。就如果今天你問我的話，我覺得 Jerry Jonathan 可能會是我想要前進的目標，而不會是奧山由之這一邊。雖然我非常欣賞奧山由之，我認為他是一個非常有天賦的攝影師，而且我也非常羨慕他可以拍出這樣的照片，但我知道我辦不到。無論是在 maybe 天分上面，或者在個性上面，或者在想象上面，我都沒有辦法做到像奧山由之這個樣子。那麼如果我還是拼命的想要成為第二個奧山由之，那我可能會非常的痛苦，但也許不必。也許如果今天我把我的偶像換成了 Jerry Jonathan，說不定我可以做到還不錯的程度。所以也許是你看的還不夠多，看的還不夠廣。如果你再看得更多更廣一點，說不定你就會對於自己沒有天分這件事情有不一樣的看法。說不定你覺得我好像做不到 A， 但是其實 B 的影像的風格跟他的想法我是辦得到的。那也許你往這個方向走，就可以找到真正屬於你的一塊天地。
那最後呢，我覺得還有一個部分就是可以討論，就是是不是一定要做到最厲害這件事情？就是喜歡攝影啊，你對攝影很有熱情，你覺得拍攝的照片很開心這件事情，是不是有必要你一定要成為大師，你一定要在這個領域拍出非常厲害的照片？這樣我也常會跟我觀眾講說，其實我照片並不是最厲害的，我從來也不覺得我能夠，你知道，攝影的歷史中是成為一個偉大的攝影師。理由可能很多，一個也許 maybe 是我沒有這麼強天賦，或者是我也不夠努力，或者是也許這個時代也不是那麼適合，我不知道，可能有非常非常多種因素導致也許我沒有辦法做到全球頂尖這種程度。那難道我就不能夠喜歡攝影了嗎？每一趟旅程出去，看到有趣的風景，看到有趣的人事物，我在不經意的瞬間，我拍下了那些我覺得我很喜歡的照片，無論是在街上隨拍的，或是特別跑去了某個地方，我拍到了那些我喜歡的照片，即便他們不是最厲害的照片，但在那個當下我是滿足的。那這樣其實我覺得也十分足夠了。也許現在網絡社群這個時代會讓人覺得，我如果沒有辦法做出最大流量的東西，我沒有辦法做出比別人都更屌更酷的東西，我就好像不值得熱愛這個東西。我覺得這種觀念非常的沒有必要。我覺得大家不需要把自己搞得這麼的辛苦跟這麼的累。其實很多時候，也許更純粹去享受你喜愛的這件事物上面，在這個過程中不知不覺的，你就會拍出很厲害的東西，或者你可以做到很厲害的東西了。所以，也許大家在煩惱自己有沒有天賦這件事情之外呢，可以更試着讓自己享受在自己喜好的事物上面，而不用斤斤計較，一定要去跟大家比較。所以以上這幾個，我覺得綜合下來看，我自己的觀點當然是，你覺得你在這個熱愛的領域上面沒有那麼大的天賦的話，我覺得還是很值得去做你熱愛的事情，因為畢竟它就是你的熱愛，不用太在乎別人對你的觀點。那你只要試着在你自己的想法中好好找到自己前進的方向，我覺得就很棒了。你一定有能夠拍出來最獨一無二的東西。就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我們在我們頻道會員區呢，也會有今天大家看到這些照片的解說的版本。我們在會員區會有另外一支片去跟大家解釋，在這個散步街拍的過程中為什麼會拍這些照片。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每個月45塊記得加入我們頻道會員。那我是道子，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大家拜拜。